让我们欢迎火星情报局的4位副局长闪亮登场！哇哦！太帅了！帅！在地球开会是最烦的，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还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人张灯结彩。是的，感谢地球友好单位优酷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地球当红炸子鸡、火星特工都爱吃的中国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谢谢中国华莱士。本节目由妈妈特工特安心守护宝贝超能力的999小儿感冒药联合赞助播出。耶！谢谢。接下来欢迎我们的蔡文静同学。耶！哇棒！哇，头发好卷哦，今天。对啊，我现在看到蔡文静跟谁说话都觉得她在跟智能马桶说话。嗨，宝贝。他跟万物都可以聊天。期待你更精彩的故事，好不好？谢谢。还有一位新人，就是我们的松木子。哎，啊，木子，我看到你这个胡子，就想把这个位置让给你，真的。是吗？就感觉是韩哥回来了，真的好像。昨天我已经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昨天真的啊。你哪天知道自己是谁？松木子其实录第1期的时候，他人生都已经就被榨干了。非常的苍白，你看他讲的故事到后面都是编的。他说他《宋木子之歌》出在我的歌后面，明明就不是。你看他为了演自己的节目乱编故事。加油，宋木子，今天编好了吗？好，我好好编一下啊。好的，好好鞭策一下。好的，是的，没错了。好了，来欢迎我们的终极特工的任应松同学。Hello， 大家好，我是任应松。然后大家叫我松松就好了，非常开心在火星这个舞台上见到大家，然后希望和大家一起度过开心的一天，谢谢。哇，太棒了！哎，同学，哎，是我在跟你讲话，你全程没看我，看大家。哎，不至于，吓人了，把平时大家遇到你的那一套拿到这儿来了。凭什么现在都下跪？神经病啊！别骂我，纣王，不要这样，纣王。吓惨了！平时去他房间都得跪着进去，难怪身体那么不好。那王牌特工的评选呢，就是选出谁更好笑，所以我们的笑点记录员要登场了，让我们掌声欢迎刘丽萍、刘芳2位女士。哇，好美哦，好美啊！今天好漂亮。我是本期节目的笑点记录员刘丽萍，谢谢你们。我是笑点记录员刘芳，欢迎2位，谢谢2位。接下来呢，就看各位特工的表现了。我宣布今天的会议正式开始。今天的第一个提案呢，谁来呢？请问？那这样我来吧，我就作为综艺纣王啊，纣王认了。那我们第6季的火星会议其实还剩2期就要结束了啊，这么快啊？是的，所以本副局长得到一些内部的消息，据说有一些特工已经展露出疲态了，是不是？太多人疲态了，怎么可能？谁啊？所以今天这个提案是专门点一点这些工作状态可能有点问题的特工，包括副局长，好不好？好。我发现有些懒一点儿也不能偷。有些懒不能偷，不能偷懒，因为在认知科学关于人脑的一个研究里面呢，大脑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偷懒。但是往往最后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补足你之前偷掉的懒，更严重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补救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聊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因为偷懒发生的事情，好不好？好嘞。那我讲一个，就是有些懒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偷，就是不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拜过把子？没拜过，没有，真的没有人拜过吗？我拜过。就是因为当时还在读书的时候，就男孩子嘛，就血气方刚，就看了很多这些什么三国呀，就觉得很经典，就很想拜把子。然后我们一行8个人，我也不知道那么多人干嘛，就是
就是反正谁想拜把子报名，然后就最后报名了8个人。报名拜把子厉害啊，随便拜呀，不是那种好朋友。二维码扫一下就可以拜。就我们班的可能也就3、4个，还有几个是别的班的，我都不太熟。还有一个班主任哈，一起。年级主任也来了是吧？没有，大家就报名，然后就8个人一起，然后我们就说找一个地方拜，但是其实还是有点羞耻的，就是毕竟一帮人跪在地上磕头，我们就说不要在公园里面拜了，找个 KTV。在 KTV 拜啊？对 ，KTV 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是私密性强，哎，这还真是。你把门一关上，你在里面磕头也没有人说什么。第二是拜把子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啥？是关公。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买关公，所以那个时候什么 KTV 点了一首关公的歌。对，迪哥是懂的。然后去 KTV， 我们还只要了1个小时。当时1个小时时间紧迫，我们就去找歌，确实文化储备也低，先找的那些什么曹操，就李俊杰的歌。曹操哪有关公啊？曹操《三国恋》都点了，没找到关公。哎呦！然后后来就有人说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是主题曲，有关公。然后我们还找了半天，说这个是不是关公啊？这个因为还认不出来，因为只知道关公的脸是红的。但是电视剧里面好像没有那么处理，就大家都还比较正常，都留着胡子，就反正找了个大胡子，我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关公，就反正找了个有胡子的人。最后应该是董卓吧？董卓，听病啊！然后就暂停了，关公就在那个画面上，就是一个大的关公的照片。然后我们就说还要果盘，没有果盘，就又买了一个 KTV 的果盘，摆了个果盘摆在关公面前，就是然后又说要香。我们又没有香，然后就偷偷的去厕所里面撅了一段蚊香，把蚊香拿回来立在那个关公面前。撅了一段，那也太偷懒了吧！而且我们当时还有一个偷懒的，就是我们也不想花太多的钱，真的是好偷懒的结拜。我们那个 KTV 是那个小包，7个人在一个小包里面，我们发现跪不下，太挤了吧？就前面那个跪了4个人跪在前面那个 KTV 的电视面前，跪在那儿，后面3个人就跪在沙发上。哎，还有前后排的，对，还是分高低的啊！来，我们试一下，来，我们试一下，来，怎么跪的？你来跟我们讲嘛。就是那种前面跪了一排，我们就把这里和这里和这里分成3个平面，好不好？分成3个平面，下面有2个，对吧？对外，大哥，拜错面了，斜拜不是拜天地 ，OK？ 不是要对拜了，对拜。在下姓薛名致谦，在下小文。什么小文？你怎么这么没有诚意呢？不是要讲真名啊！在下姓金，名林雷烈。在下姓敖，名犬。什么名字啊？谁用艺名结拜啊？不是真名不可以吗？结拜都用真名的好不好？狗不能结拜，什么东西啊？不是狗能不能？狗可以，人不能结拜。在下姓大名狼狗。在下中华田园。还要字什么也要吐出来，神经病啊！好了，快点了。在下姓庄，名豪权。在下羌族小夏。我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还关系不很好？这是花名哎啊！在下杨迪。OK， 好，在下宋子。怎么这么含糊啊？这么不想结拜？等一下，时间要到了，1个小时啊，没时间了。在下林超泽。在下发起人张延齐。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好了，莫名其妙，好累哦。那个刚刚最后说那个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时候，我提前离开了，不好意思。对，看到了。因为我比很多人小。等一下，你比很多人小，你先走 OK 的。这位大叔混在我们里面干什么？叔叔，你在干嘛啊？谁要跟你同日死啊？他是关公本人。好了，然后每个人还要背一句誓言，偷懒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的誓言也是现场搜的，都没有提前1天准备。誓言还可以搜啊？对啊，就是网上的模板嘛。天地为证，日月为鉴，今我兄弟8人结义金兰。结义金兰，金兰不是兄弟。哎呀，模板就是这么写的。我媳妇儿叫金兰，你别瞎结义。神经，莫名其妙。
然后就像刚才那个混乱的场面，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然后我违背誓言3刀6洞，那边我违背誓言天打雷劈，然后时间到了，那个服务员就推进来，就推门进来，就看到3个人跪在沙发上，4个人跪在地上，服务员直接来句免单，没有，然后服务员就在也不敢动，服务员进来就，哎呀完了怎么办？然后就特别尴尬，然后我就很淡定的起来说我们在排练了，排练完了，好的，然后我们就走掉了。就是完全是一个全流程偷懒的结拜，以至于现在还认识吗？现在基本都不记得名字了。因为很有可能当时拜的真的就不是关公哈，拜的貂蝉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偷懒的故事了。哎，延启，你结拜那天是不是星期五啊？哦，没错哎，我应该带他们去吃华莱士全鸡配汉堡，仪式感少不了。结拜我虽然是人生当中没有经历过，但是有一种偷懒，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哦，就是玩密室、玩剧本杀 NPC 偷懒，真假的？真的。反正跟朋友去玩密室，经常会遇到好笑的事情。有一次是我们跟杨迪去玩一个密室，然后那个 NPC 也是偷懒。首先，那个 NPC 他本身是一个道长，对，那个道长的普通话，我的天哪！朋友们，我可是詹天师的传人，真的詹天师的詹天师，我说谁是詹天师啊？然后特别到后面的时候，杨迪要去搜他嘛，因为他身上有个令牌，你记得吧？当时说那个鬼王身上有个令牌，他来追我们，我已经不想理那个鬼王，穿个球鞋，他穿着球鞋，我真的不害怕，我就去摸令牌，我想快点玩完吧，我就在那摸，摸到他兜里这有个硬硬的东西，我就以为是令牌，我说，哎，令牌拿出来，他说，哎，烟，我说耶，我说对耶。你搜就是烟，他的烟，他揣了一包烟，烟，什么东西啊？令牌在这里。我还说，他说耶，你搜，耶什么耶？我放了一包烟在那儿，我都无语了，太差了，太烂了，太不靠谱了。密室很多这种，所以说。NPC 偷懒，大家玩起来就会特别难受。对，任何事情大家都要非常投入才行。我给大家讲一个不可挽回的我偷懒的故事，好不好？我的天哪！这事情好像我没有讲过，我应该没有讲过。就是我去我们那帮朋友嘛，一起去喝酒什么的，他们就叫我，他说：“哎，薛，你过来。”对。你要讲那个啊？没事，没关系，先我。不能讲啊。可以啊，那个什么呀，不能讲啊。我第一次见有人录节目不能讲啊，不能讲。我在吗？这个事情他可能还不知道，他不知道。不是，是因为讲了不能播。对，那个我不确定能不能播，你们看后期看啊。这到不能播的份上。那个不是那个很夸张，这么吓人。快，更期待了。他们就找我去喝酒嘛，因为他们那帮人，第一届、第二届2届人，他们在那边喝酒。然后呢，我记得那个啤酒馆，它是沿的那个苏州河的上海那条苏州河。我说，哎，你们在哪里喝啊？我过来。可是都喝多了没回我。然后那天只有戚薇回我。对。你在笑什么？我像知道了什么似的，我不知道。你知道？没有，我不知道，我只是笑。我觉得我俩是一届，咱俩应该互动多，你跟他互动啥呀？不是，你不要乱讲，没有讲完嘛，你把这故事引到一个不应该引的地方了。轩哥，莫名其妙。轩哥，好，那我讲下去嘛啊！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天是节日，就堵车堵得要死，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我人生做了一个最离谱的事情，最偷懒的事情。我给戚薇打个电话，我说戚薇，我说你听我说哦，我这个电话很重要哦，你一会儿到门口接我，5分钟千万不要动啊，一定要接到我。我说你真的5分钟能过得来了？我们已经等他差不多1-2个小时了，他还不来，因为都已经喝得七七八八，我们都想走了。我说你真的来不来？你不来你就直接说。他说不，5分钟，我马上就到了，你就在门口等我，但你一定必须要在门口。我听他那个是很心慌，我想说什么事情嘛？那我想说，那我肯定要出去看看，我就出去了。出去我就在那苏州河边上等他，你知道吗？就来来回回走，来来回回走，来来回回走。然后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我真的疯了。远远的听到小白，小白，小白，小白。他小名叫小白。我说等一下，因为
大家都知道叫七哥戚薇嘛，知道我叫小白的人是很少的，就是大概就是我们行秀的这些人才知道。对，我说那可能就是薛之谦呀，是吧？然后我想那说不定要到了呀，就左看一下啊，然后这边看一下，哎，没人呢，然后再看一下车里面不是堵车，看了半天都没人，整个人都不在。我想说那哪在喊小白呢？在哪儿啊？所有的鬼故事啊！我就拿起手机了呀，我要给他打电话了呀。然后我正准备拿起手机，我一看，这是苏州河哈，这个是河哈。然后我远远的看到了，有个就很像鸭子的东西。然后我觉得鸭子，然后但是呢，分明从鸭子那边传来了小白的声音。然后我就卡住了呀，然后我就再定睛一看，那不是鸭子，那是人头。妈呀！真的假的？这么夸张啊？你在干嘛？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景象，我内心是什么感受吗？我就慌了呀！我就看到一颗头在向我移动，你懂吗？那个河里游过来了。我是绝对有理由的。我告诉你，苏州河，你们不要把它想象成黄浦江，黄浦江很远，游过去会死掉。苏州河有几段是很窄的，很窄，可能50米都没有，30米就了不起了，这真的很窄。那是夏天，你知道吗？然后为什么他给我那个地址是给到了我苏州河对面？可那天堵车巨堵，然后我知道那条路如果我再叫辆车，再要绕一大圈过桥，我哪怕走过去都要半个小时，太久了。那我觉得他们就散了啊，你知道吗？就在河对面了，因为那是夏天，我本来就出来的时候就是背心啊这种拖鞋，我管他。那时候的手机还是摩托罗拉这种小手机，就我试了一试，你知道我干嘛吗？真是，可以。我的妈呀！神经病啊！真的有病！到一半，小白，神经病！然后一不小心掉水里，那掉水里我肯定要很穷嘛，那时候不是很有钱。那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刘维没在，没有关系，很重要。他那天没在是有原因的。他不知道啊，等一下说。哎呀，等一下说。原因啊？我有什么原因啊？这什么好笑的？你往后说。往后说掉了嘛，因为一掉马上你第一个反应是下去扎猛子先去捞嘛，我砰一下扎猛子就下去捞了，没捞到。手机。可是因为捞2下我没有那么多呼吸的嘛，我捞2下上来一看，我全世界最感人的一个画面出现了。多感人！戚薇本来在旁边等着我，他没有在岸上了，我看到水里掉了一个人在呼等。你不知道吗？你们俩为什么讲个故事还在旁边说小话这么紧张？没有，他就问我说他为什么不知道，我说你怎么会不知道？不是，因为那天那个局没叫你，还要说那么多吗？他说到重点了，问这么多，你闭嘴吧你！真的。因为我们当时都没这么钱，尤其相对来说比较穷，大家都是 AA 制的 ，AA 制，他后面就不太愿意叫他了，因为他总是不 A。我哪有啊？你好像真的是。好了，你知道什么原因的？好，靠边。好了，然后我就我刚讲到哪里，我都被他们打乱了。戚薇在水里了。那时候我在岸上，我一抬头以后，哇，好感人哦，到下面来接我。没有，你不知道，我是这样的，我给你解释一下。从你的视角解释一下好吧。双线叙事。因为是这样的，苏州河边上，这就是旁边的那个栏杆嘛，它旁边有一个那个小楼梯可以下去的。哦。然后我就下去了，然后这边有一个杆子，然后我想说抓着这边，然后呢，但是我看着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猛子下去，因为我看不清楚它。以为溺水了。我当时真的以为他溺水，因为刚才那个画面我已经震惊了。我一下我想说那我去迎他还是我就要救他，我就很慌张，然后我直接空中往前走了一步，哪知道那一步它不是一个慢慢，它是个陡坡，它是个一脚就踏下去的过程，我就想往前一步，我一空就下去了。但是我下去的一瞬间，我真的想要救他的，但可是我下去的一瞬间，我发现我不会游泳。你这姐们能处，我跟你讲，不会游泳都敢跳。我真的，因为我觉得薛之谦这个人太夸张了。我当时还在向往游来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天哪，薛之谦为了一个聚会，至于吗？至于吗？然后我又深深的想一下，好吧？然后我深深想一下，我就觉得，我说他
的目的会不会不是为了聚会？喜欢你。什么呀？全世界喜欢神经病！我就说嘛，他神经病，每一期大家都喜欢你，好不好？成立啊，成立啊，成立啊！你神经病！其实我那天没有去，也是因为我怕我见你控制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清白到不能再清白了，你不要乱搞。有没有一点点啊？没有啦。你听我说，当时我接着讲下去啊，他当时不是在那个水面上嘛，然后在扑通嘛，我以为他真的溺水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其实还是看岸边很近的，他只可能滑，我就加快速度了，我有点担心。然后我们俩就一起上来了，但哇，上来全身就湿光，你想想看，我们俩全身全湿光，身上还有点青苔什么的，就是。然后君那帮人嘛，喝酒喝的已经嘛，突然给啪买个人推进来，全湿。解释个屁呀！两个人出去全湿回来，不要问，不要说。然后真的没有人敢问，大家默默的。好离谱啊！对，为什么我刚刚说不能说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我们当然不倡导你神经病啊，你这去游这个苏州河干什么？它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现在已经堤坝都很高了，是不能游的。但其实，在我们以前老上海，戚薇也不在的时候，爸爸也会带我去苏州河旁边这种，还有外滩，其实有的都会黄浦江里面游。但是这以前的事情，希望现在大家不要，因为你想这个事情，如果我跟戚薇两个人现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俩在水里，哇，第二天绝对是过新闻。哎，这故事听起来很积极，没有偷懒啊。喂，我这还不偷懒，我非常不，我都懒得去绕一圈，还是有一定危险性，但真的我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人。但是现在跟大家说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有那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一定要注意哦。我真的如果不到苏州河边上，我也不知道旁边那么滑，很轻易就会下去，真的离水域远一点。但是这话就反正讲开了无所谓，因为那段时间他说的是对的，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没有带你玩，就有一阵子。为什么要绕回来那个啊？因为真的要聊这个吗？为什么那阵子的局？天哪，刘维都快哭出来了。你那时候有一阵子，其实别行了，我好想听啊！刚才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生活上的话题，我们来接着聊一聊。说，给我一支麦，把它说出来。别说，来说嘛。算了，喂，刘伟，你先仔细想一想，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偷懒。对，所以我们俩今天在偷懒。我们俩这个故事刚刚是编的，真的假的？刚才是编的吗？我们本来设计就是这个主题是偷懒嘛，编的。我们俩没有故事，我们对了一个假的故事。真的编的，真的是编的吗？是编的，像不像真的？真的把我骗了，像不像真的？好像啊，我都信了。编多久？编多久？哇，编很久，编1个钟头。那也不算偷懒啊，很积极。为什么从头到尾你都没有质疑我们？我确实有段时间是没办法出席的，所以我就在幻想了一下。那我们俩还是给他卡上了。哎，其实我刚刚一直在想，你水剂含在口里的时候，让你的头就在上面，非常合理。游泳的时候头一直在上面是可以的。我质疑了这个问题，他说可以，所以他说他这样喊我，然后这个手就掉下去了，所以他去捞手机就合理。对。现在改成破案了是吧？你们回想一下刚才的细节，看看有没有漏洞。连苏州河有多少宽，我们都去查了的。你们是 NPC 是吧？50米，最精彩的一个。真的，而且薛之谦游泳这个事儿逼真到爆，我觉得他就是这种干得出这种事儿的，他干得出来。对，很相信。被骗了。两个假人。看旁边的小鹿站起来了。哎，对，我发现现在有一种偷懒的方式就很高级了，他通过装忙的方式来偷懒。就我以前不是在，哎，怎么了是吧？不是，是这偷吃东西。没有，他在偷懒。你要么就大大方方的吃，你走这种真的会看你这。Sorry， 没必要吧？录节目要这样，那我也吃。好饿。没事，我重来。
我以前不是在剧组待过嘛，就是你们拍戏的时候应该也有这样的体验。剧组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导演一喊咔，歘一下，十几上百号人涌上来，也不知道来这么多人干什么。上百号人，我的天哪，结拜啊！结拜。待会儿我们中场休息，大家就会见到那样的场面啊。啊，我懂你那种意思，确实有这样。比如说我的化妆师明明上来化妆了，对，但是其实我这时候不需要化妆，哎，可是这时候我的化妆师们就出来，感觉很忙，但也没化，对吧？就这样看着，会有这种情况。看着，然后过一会儿就走了，走个过场。对，我以前在剧组的时候，我们那个剧组的一个副导演，他这个人就是他只在导演的视线范围内干活，其他时候他绝对躺平。哎，对，什么都不干。比如说哈，一场大戏要开拍之前，然后导演喊了一声说：“现场准备。”这个大哥啊，在大家安静的时候就等一下，然后爬过那些道具的那种千山万水，然后爬过去，然后把那个荤菜和这盘素菜换一下位置。OK， 然后整理一下衣服，可以。然后所有人就看着他就这样回去了。他每次都是这样，但是其实在这个 moment 之前，他休息了4个小时，真的很忙。对，他有一次最夸张，他冲上去，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因为他刚才在偷懒，他不知道剧情到哪儿了。冲上去之后，整个人卡住。比如说你俩哈，就他光冲过来，你要对我做什么？戚薇、刘维，我们结拜吧。这一番莫名其妙，总该一难。好，我再冲一次啊！他会在那种卡的 moment 迅速第一个冲上去，然后站在那儿看着他们说：“你戚薇，哎，对吧？刘维，你俩啊，别搞混了啊！”我很难混，神经病啊！太蠢了吧？对，那2个演员站那想，哎，我们都拍戏3个月了，拍了3个月，我俩还能性别和角色都搞反了吗？一男一女，哎，然后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德性，这个人后来就被开除了。所以我就发现这种事情，就是你偷懒吧，你还是得在一个适可而止的范围之内。是的。我也遇到过一次，就是导演在现场，我们拍那个综艺节目，有一个女生，她好像是古装头发，她那个发饰歪了，导演就想喊化妆来帮她调一下，导演也不说清楚，咔，化妆，就直接喊化妆。对，他其实很多导演都是这样的，他不告诉你。那个化妆师就跑上来冲到台上，他那个化妆师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因为他就看了一圈艺人，开始给我补妆。什么意思？只要上来补妆，一定是我杨迪要补妆。然后我说，老师是他头发歪了，我很好。装忙，真的很离谱。你不要再说别人离谱了，宋木子，你还不离谱吗？咋的了？我咋的了？你的主打歌那首歌不偷懒吗？大家觉得？宋木子宋木子宋木子，连歌词都舍不得多写2个字啊！但是他抓住了一定的这个人们听觉上的习惯，他是自己偷懒了，然后让编曲累死了。No， 宋木子在棚里就录了一个宋木子，后期剪的是吧？Hold on， 真的 Hold on， 看人家不在了 ，Hold on。你 listen to me 行吗，刘老师？啊 ，listen to you，listen to you。这个你想，我随便你们换一个字，换一个名字套进去，不好使了吗？不好使是吧？就不是那个味道了。哦，溜溜溜，学溜溜，溜溜溜溜溜喂。哎，好像也不错。好像这个版本也不错哎。其实合理啊。听上去比宋木子这首歌还要蠢很多。啊，但是我是吉利啊，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喂，溜溜喂，溜喂真帅气。挂电话。但是我说实话啊，你这个创作方式，我昨天晚上研究了一下，在你不偷懒的情况下，稍微加了一点旋律，写了一小段，但是我也只有，等一下，刘维之歌，但是我也只有一句话，叫刘维最帅。好，来，我有点羞耻啊。来一个，想看，来展示。各位大家好，我叫刘维，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叫《
刘维最帅。哇！伯伯，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人 ？It's you。刘维好帅。刘维好帅。刘维好帅。你可以。刘维好帅。世上谁最帅？刘维最帅。世上谁最帅？刘维最帅。刘维帅。世上谁最帅？刘维最帅。世上谁最帅？刘维最帅。刘维是谁？好帅。是我。刘维好帅。刘维最帅，刘维最帅，刘维最帅，太帅了，真的。但我想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每次你跳的时候，那个斯坦尼康老师就出来啊？你是花钱你自己雇的吗？斯坦尼康每天只出现这一次哦，其他时候都不会出来。是吗？对，我跳的时候从来都没有。你也可以 Q 他上来啊，一会儿。我给你转500块钱，你给我搞一下好吗？你这样子，宋木子，你按照刚刚那个节奏，你干跳，你看看这个会不会上来，好不好？来，斯坦尼康，来加油！好，大家要憋着一点，就是那个气氛会很诡异。5、6、7，走松木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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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他一个人尴尬。松木子最帅。哇，我这。什么这？好恶心呐！木子不舒服，不舒服。宋木子，你好有信念感的。喂，这段表演要我演，我没脸的。你来唱薛之谦，不是薛之谦。哎，来一个。来，老薛来，来一个，我知道那个东西，我应该可以。你可以。好，那这样我妥协一下，每个人排一排，看谁最尴尬，好不好？神经病啊！就干跳，每人差不多5秒钟。比如说我薛之谦，七位就是7位，每个人都要来一排，看谁最蠢。宋木子带头。好吗？好，就是这招，其实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可以去学，因为它真的是培养你信念感的。你有很多事情你在做之前你是会害羞的，但人就是要那种信念感的，就跟宋木子学。我先来搞是吗？你是第一个好不好？第二个觉得他能接住他的是谁？来，加我吧，我。好，等一下，下一位，梁帝。好害怕哦！害怕吧？好害怕。来，哇，好恐怖啊！来，3、2、1，木子第一个开始，呜！松木子，松木子，过！来，杨迪，哇哦，杨迪，耶！刘伟，刘伟，害怕，没事，没关系，那我先来 ，come on， 要学，我下一个，快 go！
汪，可以哦，我有信念感的。汪，好，下一个，快！气，讲演气，我的脚趾在抠地啊！我的脚趾都在抠地啊！气味，预备，3、2、1，我气味。哎，不行了，好了，ending，好了，各位，可以了。哎呀，这趴玩的太嗨了，然后自己死了，拉我们全部陪葬，蛮好玩的。啊，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玩？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还是蛮重要的。就像宋木子这种这么有信念感的人，才能适合在火星生存下去，真的是。其实我都有点怂的，真的厉害，佩服，你真的太棒了。玩哥生活中有没有偷懒的事儿？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偷懒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偷懒也会很温暖，因为我刚到北京和老婆去北漂的那段时间，确实有点辛苦，然后经常也会加班，一天工作个10几个小时是很正常的事儿。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老婆就开始在半夜很晚的时候，然后去找我，就最晚的夜场的点儿看电影。午夜场。对，午夜场看电影。我记得第一次看的是007，当那个龙标一出来，那个音乐当当当当，我咵我就过去。我睡那么早啊？这也太早了吧！再一睁眼睛就开始结尾的片尾滚字幕了，睡得好踏实。当时我还觉得挺内疚。我老婆后面又经常就会去带我看一些片子，我不知道为什么经常选的都是外国片又是原声的，得看字幕，我都睡。后来有一次我就看完电影，我就问我老婆，因为很多次了嘛，我说老婆，我跟你出去陪你看电影还老睡着，你也不叫我，你不生气吗？老婆说那天跟我说了一番话，让我记了一辈子。我老婆说，其实我是特别的选择了这个时间，然后也是特别选择了这个英文片中文字幕，知道你看不懂，用这样的电影能让你在我身边待着，然后看着你睡得很香。不管怎么样，就算看完这场电影，你回去继续工作，我也放心了。我觉得你可能不管怎么样都会多休息一会儿嘛。哦。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跟你心爱的人偷个懒还是会很温暖的。对，没错。我再给大家分享我偷过的一次懒儿，这个懒儿偷的就挺可怕的。就几年前我和老婆带着我们家女儿去旅游嘛。我气没拍了我一下，快走！我就千叮咛万嘱咐，我说的，米粒千万不要离开我身边啊，你就在我这个身边玩。然后我就偷了会儿懒儿，我一回头，我发现姑娘没在我身边，跑哪儿去了？没了，不见了。心咯噔一下子，我就赶紧找啊！我一看，走那台阶这脸就冲着地踩空了。哎，对。然后当时我就冲过去，然后把我女儿扶起来。我一看，脑门正中心磕了一个这么圆的一个小红包。哇，心疼。我说这完了，这媳妇下来我就废了，这肯定我得挨骂呀。然后我就给她往回摁。你清醒一点。然后呢，后来我在看孩子的时候，就再也不敢偷懒了。确实。尤其是在孩子生病的时候，你更不能偷一点懒。那孩子生病，父母是真揪心呐。所以说，像我们家就会常备让妈妈安心的儿童感冒药，守护宝贝超能力，陪伴孩子健康成长，让我们做父母的更安心，让我的媳妇儿们，让我媳妇儿们。喂，青兰在吗？青兰，他有媳妇儿们，有金兰，有银兰，有铜兰，有铁兰。媳妇儿门那个千万撇掉啊，有生命危险。好，所以
像我们家呢，就会经常常备让妈妈放心的小儿感冒药，守护宝贝超能力，陪伴孩子健康成长，让我们做父母的更安心，让我媳妇儿能更省心。好，太好了，真的太好了。这车站不用不录，是的。其实从小到大，我特别不理解大人会质问我们说为什么偷懒。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偷懒不是很常态的一件事情吗？我觉得最应该值得问的是问那些人说今天为什么不偷懒？因为在我看来，就是不偷懒这件事情反而是非常费劲的，非常反人性的。因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自律让我自由。但试过的人都知道，其实自律还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今天这样讲呢，不是想为那些偷懒的人开脱，而是想为那些不偷懒的人来点赞。正是因为偷懒太容易了，所以说那些不偷懒的人才真的了不起，为你们点赞。哎，你既然为不偷懒的人点赞的话，我就要为偷懒的人呐稍微点个小赞。其实我觉得啊，人在适当的有一些偷懒是应该的，你应该放松一下，不要每天都很紧张的，对不对？一直在努力的过程中。那其实呢，我觉得啊，你一直努力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他想成王。可是成王真的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吗？和这么好的事情吗？哎，攻打出头鸟。哎，其实有的时候呢，做第二也挺好。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哈。耶。好啦，那我们今天的提案到这里，你们觉得这个提案通过的，请鼓掌拍桌子。既然大家这么热情，我宣布这个提案通过。耶！那我们第一个话题已经聊完了，大家也非常的开心，对不对？那第二个话题还是刘副局长你来。好，我来。地球人认可别人的方式真的很奇怪。有人说我心虚 ，yes； 有人说我破防 ，yes； 有人说我羞耻 ，yes。为什么我这么自信？一个方法解决所有的不自信，接受莫名其妙、奇奇怪怪的认可。我是刘维，我为自己代言。今天你有被莫名其妙的认可吗？奇奇怪怪的认可，我们都需要。炸！好炸！你看滚得好好，好配合你、啊，好滚，好滚，我滚。为什么我刚才有说有奇奇怪怪的认可啊？有的时候你们没有发现吗？身边的人可能会用一些比较奇怪的方式去赞美你，所以卡在了一个就是你也不知道是赞美还是不赞美的这个线上。对。其实有时候我遇到那种特别奇怪的认可，特别让我哭笑不得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出道那会儿，就是达人秀什么的，演的那种角色都是非常疯狂的嘛。然后但还好，反正也开始拍一些戏。然后当时一个朋友就介绍我跟一个导演见面，说跟这个导演见一见，马上我们要筹备新的戏，到时候说不定给你个角色。我们在一块聊天吃饭什么的，我也就展示自己嘛，讲一些有的没的东西。然后导演就看着我说：“哇塞，杨迪，你真太好了，你真太好了。”本来我对我们这个戏还没什么信心，我一看到你，我心里石头都落定了。这个戏成了，哎，这很好啊。对啊，就整个见下来，我觉得导演对我的认可真的好棒。这个戏居然跟我见过面以后就成了。过了几天，我朋友说，那个导演把那个电子版的剧本发给你，你看一下。我一打开，杨迪角色傻子。我很想了解一下，我那天跟他吃饭，我不是自己本人坐在那吃，我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为什么？破折号傻子，哇！看到你，我心里石头落地了，这个戏成了。然后我就看剧本嘛，我说傻子，我角色这么说，哇！一开篇第一场戏就是我，他就是大概什么什么。从那个镜头摇下来，村口有一个傻子在追3只鹅，我就开始说台词了，我的台词全是然后后来因为是拍村里的戏嘛，村里来了一个画家，画家画那个鹅，我在画家旁边，傻子过来看画，画得好，画得好，哇，好像啊！哇，根本不用演，我所有的台词全是鹅，我都不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无语。
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一种认可会更奇怪啊？什么？来源于谁？谁？闺蜜。哦，我有一个闺蜜，哦，你们都认识。谁？我的经纪人张美琪。哦，对，她是我的大学同学，但不是一个系的。然后到现在，她都是我的经纪人。然后可以说感情非常非常好。但是你们要知道，感情好可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他们可以完全没有边界感。哦。当然，原则上他要是认可你，才可以是零边界感。对，他觉得没关系。嗯。那有一次，我们在酒店里面啊，然后呢，我们在酒店是套房嘛，外面有一个客厅，然后里面就是卧室嘛。然后在客厅的那个地方呢，张美琪已经跟我聊了2个多小时、3个小时了。我想说，我那个时候还带着妆，我说那我先进去卸个妆哈，然后我就走进去，他就继续跟着我，啪，门一开，炫哥在那边。就是男生喜欢穿的那种四角裤，上面简单穿了个那种背心那样子，他跳上床都来不及，赶快就躺在床上。然后张美琪完全没有任何不好意思，没有一点点。她说：“哎呀，你也在啊？啊，没关系，你先睡吧，我跟他聊天。”然后炫哥就一脸萌芽。然后张美琪就跟着我去了那个洗手间，然后我就开始卸妆，他在边上讲。然后我卸完妆之后，突然之间我就觉得我肚子难受呀。我说我想拉臭啊。他说没有关系，你拉。闺蜜这么好吗？陪着你拉屎。然后我就在那边坐着，他说：“哎，你上厕所，我正好在旁边卸个妆。”他自己把妆给卸了。他排队是不是？他在后面排队。你上完厕所，他是马上上。就很会管理时间。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不是拉臭拉完了吗？啊，我说：“哎，那我去洗个澡。”他说：“哎，你洗啊。”还要聊？聊啊，好，我就开始洗澡。洗澡你要说听不大清楚的嘛，要闺蜜互相要喊的嘛，要靠喊。他说：“我跟你说啊，薛先生的那个歌到底什么时候交啊？他说还没有交好。”好，谢谢，这能刮着我。吹到现在，终于到主题了。整个故事铺垫这么长，就是大概就是工作相关的。然后呢，我洗完澡就出来嘛，他说：“你都洗好了。”哎，他说：“要不我也洗一个。”我是虽然认可，但是还是有一点边界感的。我觉得他放他一个人洗，我跟炫哥就躺在床上。然后呢，我想说，一般人看到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说，那你们要休息了是吧？要走了哈。但是没有，来，你帮我演一下我啊，我帮你演一下你，帮我演一下炫哥，我演炫哥，好，老公睡觉了。然后呢？我是7位，你是底层炫。好 ，OK， 好了。然后呢，我穿了个浴袍。他们俩好恶心。走过来说：“哎，来，你过去点。”啊，你要加入？过去点。然后炫哥彻底傻眼了，崩溃。然后我们聊了一会儿了之后呢，突然之间发现我们的这个被子在动啊！真的，我瞎说的。哦，炫哥在抢被子。对，然后就一点扯，最后都要把我们所有的被子通通扯掉。炫哥直接裹上这个被子，他说：“啊，那你们先聊哈，我先出去了哈。”他直接出去打游戏去了。天哪，我好恐怖哦！张美琪是一个这样的人，真的。你们没有这种闺蜜吗？我有，就是那种我泡着澡，他直接就进来了啊。就是我自己在那泡着呢，他咣叽就滑进来了。他摔进来的吗？他自己觉得无所谓，但我觉得还是有点，还是要有点边界感啊。哎，对。好了，我也先聊一下关于没有边界感的感觉。我有个导演，就是叫牛超，这个牛超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MV 的导演，然后他有一个镜头拍得非常好，就天外来物有一个冲上高楼，那个很好看，那是7位帮我拍嘛。我跟你讲，对朋友的认可就是你叫他干的，你是帮个忙，但人家就帮你帮到底的。我为什么会认可7位？就是 MV 拍2天就要很早起床，对吧？可能就睡的时间比较少。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镜头我们拍完，我们大家休息一下。但7位是一个没有休息的人，他一拍完，他必须要在这个镜头的偏旁边一点，他马上就开始他在干嘛？拍照片。Fashion King， 你懂吗？就是他没有一个时间，没一个 moment 他是在休息的，他一直在拍。对，我就是这样的。他就很久，他永远的身边的朋友都在给他拍照。然后半夜吧，拍到大概是12点1点啊，1点多结束的嘛。然后很变态啊，也不是变态啊，就是那个牛超，他做事很认真。
哇，我睡下去差不多1点2点，他差不多4点给你打电话，薛，起来了4点，拍了，可以拍了。那睡2个小时，哇，头很痛，对吧？这种，我说哎，看，你看外面，狂风大雨像台风一样，看到没？我说看到了，拍这个。我说哎呀，你说你就别把媳妇叫起来，我先拍吧，好不好？我说哎呀，不好意思，让人拍，让人睡2、3个小时干嘛嘛，对吧？然后我一到现场以后，他已经在那，风里雨里，哇，天外来物。对，我说哇，就那个导演疯到什么程度？那个雨大到就像别人拿脚盆泼你，大到这种程度了，还叫我们出去拍，你懂吗？但是我也是认可他，因为他还是为了作品好。但是我请过来，我很不好意思哈，这个算小 case。还有一个更恐怖的人，就是蔡文静。哇，蔡文静拍过我 MV， 变废为宝那 MV， 让我请他。哎，我跟戚薇还算是认识拍的，我跟蔡文静约的时候我还不认识。对。然后也是拍2天，到青海，非常那种高原，在山上那种拍的地方。然后搞笑了，哇，又是牛超这个导演，还是他，因为他拍的真的是画面是很好看的，可是问题他那个制片真的不行。因为我本身是减肥的，我一天不吃东西我没感觉，是吧？他也没跟我讲过，我后来才知道，我的经济助理说给他们一片面包，他带了一半，你们大概6个人嘛，对吧？对对，团队6个人疯抢这片面包吃，一人4个小时。哦，这么饿啊！为了赶紧他不放饭，他1点多2点多啪睡下去，4点叫他起来。因为他要赶早上的景，那个车程就要4个小时，还骗他说，哎，那个是这样的，早饭咱们等一等，早饭咱们到了下一个景点我们就发送了，一开车4个钟头，早上他已经饿得已经快要撅过去了，晕眩了。就你明显的看到他越来越消瘦，但是还在跟你打招呼，哎，薛哥早啊。最关键的是我那个时候精神状态很累，烦死了，怎么这么样子？然后薛哥还要过来问我啊，没有问题，我真的非常好，没关系，不用关心我。还走，烦死了，饭都没有吃，真的好饿，我要饿死了。然后还来，文静你没事吧？我当然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一点都不饿，本来在减肥。然后你知道吗？他到了那个山上，他还是没有放饭给他，然后他又骗他说：“哎，等一下啊，我们下一个场景马上给你放饭。”然后一个车程又是4个小时到下边湖边，好惨哦！永远那个餐在下一站哈。中间还有个细节，因为他一直没跟我讲嘛，然后中间我们路过一个小卖部，对，饿死了。因为那个地方像就是无人区一样的，就是反正什么都没有，就一个很破的小卖部，电话都没有信号。对，里面就是那种帅师傅啊、雷碧啊这种东西都是我。什么？然后他说慢慢来，文静，这儿我包了。然后我就一直在说什么，对，可口长乐啊，喝6瓶。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变废为宝。就他的制片就真的做了这种事情，然后你知道吗？他还做了一个最过分的事情，就最后人家真的是要走了，就是已经来不及拍了，他还要叫他在湖面上跟我在船上，你记不记得？最后一个镜头还在拍。我说人家不行，人家赶飞机了，我后面发飙了。我说第一次看他发脾气，好帅，你知道吗？怎么发脾气的？他就是那种，他说我再说最后一遍，人家蔡文静请过来是来帮我的，不是要他命的。人家已经不吃不喝，还要迟到了，马上赶飞机，你们在搞什么飞机？哇！因为我也害怕嘛，第2天他要拍戏，要不然他赶不上，我得赔钱的。然后还有更扯的事情，我告诉你，最后他真的没有赶上飞机啊！然后我就收到薛哥这么长一篇长篇的作文，给我道歉，然后心想太开心了，欠我个人情，道歉信，终于有一个味儿啊，我有他的人情了，你知道吗？然后他说你放心，我一定要请你吃饭。然后我说我不，薛哥我不用吃饭。请了吗？后来我肯定不能吃这个饭啊。留着以后更有用的时候用。好聪明哦！哎呦，我跟你讲，就是那种内疚已经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跟你讲，这是一种就怎么说呢？就是他也认可我，你懂吧？你想想看，人家我把别人批到这种程度，一句怨言没有。所以我当时对蔡文静的印象就好到已经我就不是有怨言，你没听到而已。所以我觉得认可这件事情是互相的。但其实我觉得牛超啊，其实我很认可牛超，他至少是一个很用心在帮你做事这些人。嗯，你看不好好做事的人就没有再下次合作机会。比如说我现在还在找牛超拍东西，我觉得他就是虽然很折磨，我大不了不找女主角嘛，我吃点苦嘛，对不对？但人家干活是认真的，这是一种认可，对不对？对。
但是其实拍这个 MV 的时候，然后薛老师也会认可我。他对我的认可总是让我有一种听着像认可又不太像哈。他是这样人。他第一次对我有一句评价的时候，他是这么评价的，他就看看我，看一下回放，又看一下我，又看一下回放。哎，你真的好上进哦！一般我听到好上进的时候，我就一半啊，就一半说明我是个好演员，就上进很重要啊。毕竟你们又看不到我本人，但是就是现实生活长得这么难看，我也是有一点点难看，你知道吗？我在街上听到的全是哇，你本人比上镜好看多了。没事儿。还有一次也是，就是我那会儿学贝斯，勤学苦练啊，练贝斯。然后第一天上完课回来，回来之后，然后整个就发到朋友圈里面，然后完了下面都是哇，好帅，好帅，好帅。薛老师给我发了一条天王的脸，要饭的手艺。我跟你讲，不夸张，我听过弹的最难听的一个贝斯手。贝斯啊，嘣边嘣嘣。而且我告诉你，贝斯是不能跟着唱的。对，他还在唱，边唱边弹贝斯。比如说这个，你就像嘣天外边，又还要硬唱，哇，实在忍不了了，我才给他评论。然后后来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很不服输，我说我一定要征服你，因为贝斯我才学第一天，但是吉他我是自己弹过好几年的。然后我第二天刚好我要去录一个节目，然后我在你们就是现场弹唱了，我就啪发过去了。你记得你当时说什么吗？我说啥来着？我不记得。你说斜眼歌后。斜眼歌后。弹一品看一品，然后说声音抖得像偷东西一样的。就是你弹吉他嘛，正常的人习惯的人，有那一天他是。有那一天，不直接看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薛老师的认可就是一种就是逾越不了的大山，然后所以呢我就特别想问薛老师，就是咱第一次录综艺，给我来一个一半一半的认可。我觉得你今天录的非常的棒，真的。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OK 了 ，OK 了，很好了，真的，很棒，很棒，非常棒。小鹿来我想讲一个，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想得到这种来自同行的认可，其实是挺难的，因为大家都是有很高要求嘛。但我们有个同行很奇妙，就他对别人认可的方式是抄袭。天哪，跟宋木子一样。对呀。致敬嘛，他是致敬。致敬，致敬。哦，对对对，说的就是我。致敬，提前致敬。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奇妙的存在。他抄袭到多夸张呢？他连他的艺名都是抄的别人的。天哪！但是这个人到现在还在这个行业里面生存着。谁呀？反正大家以后应该搜搜就知道。然后他现在在短视频上也挺火的。他原来抄网络段子，后来开始抄其他演员、线下演员的段子。他有一次为了抄一个男演员讲自己打耳洞的段子，他自己去打了个耳洞。为了讲的合理，对不对？对，他就抄袭要抄的一模一样。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讲了一套我就是去做妇科检查的段子。他也去做妇科检查，他去妇科当了医生。这个没有啊，本来其实抄袭是一件非常让人讨厌的事情，可耻。对，而且也违法哈。但是这个人居然他抄着抄着，居然抄出了一种权利啊！就是如果他看了一场演出，他没有抄哪个演员的段子，那就说明这个演员的段子不行。天哪！哎呀，被 PUA 了。对，后来就慢慢演员中间就形成了这种奇怪的这种风气，就是既怕他抄，又怕他不抄，是吧？好难受，就很矛盾，是吧？对，就是那种很矛盾。对，那个对，处于一种很奇妙的心理。然后之前有段时间，北京的7个演员做了一场拼场的演出，然后呢，1周之内有另外6个演员的段子一模一样的被那个人抄了，讲了。就剩下另外一个演员的段子，一个字都没动。后来这个演员就被击垮了。好难受。他当时觉得真的有这么差劲吗？但是他还是强撑着跟其他人说，我是个人风格太强了，他超不了我。他后来就没做演员，转行去做演员经纪了。非常荒谬，很奇怪的同行的认可，就是通过抄袭的方式，希望大家抵制这种行为。抵制，宋木子出去。
请离场。但我还真希望自己遇到这种情况，因为确实没有人抄我的，因为我的都是抄杨迪的。宋木子，别的不说，你是真的个人风格过强了，我们不愿意抄，会被搞死。好了，文静来干掉他们。我想讲的是，就是学生时代嘛，有的时候呢，你会收到一些男生对你的告白，对吧？或者那是表示别人对你的一种认可。那有的时候有这种认可呢，你可能对你来说接受起来会有一点，不是你想要的那种方式。是吗？然后呢，有一个师哥就很喜欢我，其实我知道他喜欢我，但我很害怕他。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我无法面对这种事情，就是我有点紧张。等一下，你喜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他。哦，我知道他喜欢我，但我就害怕。害怕一个喜欢你的人，只要喜欢你就害怕。对，害怕，我就会跑，然后我就一直跑。是绕着他跑吗？好开心，你喜欢我，听说。绕着他跑，神经病啊！然后呢，有一天呢，我们同学递了一封情书过来，就是那个男生写给我的。然后我还有点感动，说实话，他写的这样写的：他说文静，我喜欢你很久，你应该也知道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一见到你，你就跑得那么快，害我都见不到你，只能看到你的影子。对，他就说我就是真的很想见你，但是没有关系，我每一天都会去学校的小卖部看一张海报，因为我觉得那个海报上的明星真的和你很像。而我见不到你，我每天就到海报那里去看你。后来他追上了那个明星。好，紧接着我就去了小卖部，我就冲进去了。冲进去了之后，我没有找到海报，然后我就问那个老板，我说：“哎，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海报经常换吗？”他没有啊，就这一张啊。啊，就一张。对，就一张的海报在那里，但我没有看到我想看到的，因为我想看到的肯定是大美女，是吧？刘亦菲啊，神仙姐姐啊，美女啊。然后我说：“你确定只有这张吗？”他对。谁呀贴的人？上面贴了一张小罗纳尔多的照片。谁？小罗纳尔多。踢球那个。对，踢球的那个。男的。对。啊？就是有龅牙。对，就这样的。哪里像啊？真的像，因为什么？对，就这样。原来你变废为宝的女主角是罗纳尔多。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戴牙套，然后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扎2个辫子。哦，跟她的发型也很像。然后那个时候我晒得特别特别黑，又很瘦很瘦。然后我觉得我最难过的事情不是因为他说我像小罗纳尔多，是因为我越看越像。就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认知，然后从刘亦菲到了小罗纳尔多。我跟你讲，那个男生喜欢你，就是因为他是球迷，你跑得越快，他越喜欢。你跑得越快，我越爱。过人，快过人！是文静的最好，快跑，文静！跑，我一见你跑我就开心。你如果不跑还好一点。然后当时后来我就是去完小卖部回去就哭了1节课。哎呦。然后但是我忍住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没说哈，不能说。我肯定不能说我像小罗纳尔多，不然全校都知道了。我就觉得，哎呀，告白需谨慎吧，好好说都可以。好好哦，真好，真好，真好。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我觉得我女儿对我的认可是比较有点奇奇怪怪的，因为我女儿吧，就是现在10岁嘛，她其实是一个心思比较细腻的一个小女孩。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工作回去的时候，她就问我，她说：“爸爸，你这次跟谁一起工作呀？”然后突然问着问着就拿出一张照片就问我。爸爸，你跟他一起工作过吗？我一看照片，是王鹤棣。感谢我的兄弟伙们，谢谢你们。你认识他吗？哎呀，我说爸爸知道他，认识他，但是爸爸真没跟他工作过啊，还没有接触过。然后我当时感觉他就比较失落。哦，我好像明白了，就是他可能会拿这个去衡量他爸爸在外面工作的状态怎么样。哦，有一次工作碰到了这个我女儿很喜欢的顶流，当然不是说我女儿不喜欢他就不是顶流啊。好严谨啊，非常严谨啊。对，然后就碰到了赵露思啊，露思，那确实是。然后我就很在意这个事情了，但是其实对我来讲也比较难嘛，因为我平时我不是说
偶不偶像包袱，但不好我也意思，我也挺有包袱的，对，而是长辈，不太好意思随便就加人的微信呢，是怎么的？然后那天正好赶上机会，我实在是，我想得到女儿的这个认可嘛，然后我就努力的，我跟赵露思说，我说露思，咱们加个微信吧。我说，因为我女儿很喜欢你，我女儿看到那个你在我这个微信名单里啊，她会很开心。然后露思说的话也让我很感动，她说的，没问题啊，文哥，她说的，如果你女儿随时有什么想法要求，比如说有点签名照啊什么的，你就随时跟我讲，然后我就很开心。然后我就加了她微信，回去第一时间我进屋什么都没干，我第一时间我说快来，我给你看一下，你看看这是谁的微信？我说这是赵露思的微信。哇！我女儿乐坏了，她说爸爸太棒了，爸爸真棒，爸爸给她打一个视频电话。打一个，我要和他说话啊，让他给我录 ID。露思是跟我说过，你随时跟我说，但这也太随时了，是不是？第二天就打视频。没有，我还是要跟姑娘讲，我说的，咱们不能这么随意的就给人打视频电话，因为会打扰到人家要不然现在就在工作拍戏，没拍戏你也让人休息休息，对不对？我说，你看，如果你想视频电话的话，爸爸害我，你薛之谦叔叔和你7位阿姨啊，他说好啊好，也好。对，哎，等一下，我们俩有这么不忙吗？没有，咱们熟嘛。熟嘛，理解的，咱们熟嘛，对，我怎么就我就给露丝就打过去视频电话了，很尴尬嘛。然后他说这个也好，爸爸好厉害。我说那你看杨迪叔叔就更熟的嘛，对吧？我说你刘维叔叔也是我们一起录节目，咱们随时也可以联系。刘维是真闲。倒是了，我确实行，随时打。现在打一个不？他还会回播。喂，闺女。然后呢，那个我姑娘也很开心。然后呢，我说的，你看我还跟那个鸟犬叔叔、张延琪叔叔一起录节目，给他们打也可以。他说，谁？爸爸谁？不哥，闺女是谁？她还是谁？童言无忌，但你俩得努力啊。知道，最后真的是坏哈你啊，太坏了。没错。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得到小朋友的认可非常的温暖，对。但是他们认可的方式有时候也挺奇怪的，就像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外甥女儿不是过年来上海玩嘛，她在那边一直在玩跑酷的游戏啊，小孩很爱玩那个。我就看那个左上角有一个名字叫做全明星跑酷，基本上每个台阶上都有明星的名字，肖战咯，王一博咯，易烊千玺咯，你的名字也有。除了你的名字之外，场上应该就没有谁的名字了吧？你别等。总而言之，他就一直在那玩这个游戏，差不多快半个小时，他还在玩。我说你怎么一直在玩这个游戏啊？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要打怪啊什么的。全明星跑酷，我在找舅舅的名字。其实这个地图没有什么有趣之处，但是就因为有很多名字，它地图基本上跑遍了，在找我的名字。但是我一看这个地图上面的这些明星的名字，我就知道，一定没有我。然后我就开始给我外甥女说，我说这个上面没有舅舅的名字，上面的都是 idol， 是 idol 啊。还有一款叫全综艺跑酷，你看这里我就第一个。你看综艺纣王就是我，金字塔的最顶端杨迪，综艺土行孙呐。赶紧说这个游戏，赶紧说！我看了半天也真的没有一个地图有我的名字。然后我突然之间外甥女疯了，我说没有舅舅的名字，上面都是 idol。他突然把那个地图嘛，本来是个小人在那跑，搓。你明明就是一个 idol！ 哇，好感人哦！然后他就疯狂点那个右上角就退出了，不玩了就退出。退出之后他会有个窗口，你喜欢这个地图吗？疯狂点不喜欢，他花了大概20多分钟在这个全明星跑酷，一直玩，因为那个地图超无聊。但是他找舅舅的名字杨迪真的没有，加我一个怎么了嘛？那么多位置。
然后呢，也是过年期间，我就在逗他，我说爱你孤身走暗巷，然后他说过时了，然后我说啊过时了，那现在都唱什么呢？唱跨。那个时候我跨出这首歌嘛，才过了1天。他说所有的小学生都在唱跨，我说真的吗？你同学都会唱吗？啊，都会唱，都在唱跨。你不要丑化你的侄女了，还是不开玩笑。他明明知道他在说谎，但是他为了认可舅舅，他就说都在唱跨。太爱你了。然后我还故意再问一步，我说舅舅这个才发在网上才1天，你的同学又放那个寒假，他们在哪里听的？我们上网课，就这么说。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外甥女对你的认可，你还是很温暖。在他心中，舅舅就是一个大明星、大idol。好暖呢，真好。没错，想要成为被小朋友们认可的人，就要像超级英雄一样守护他们。我有小儿感冒药，陪伴小朋友们健康成长。我觉得今天我们讲认可嘛，前2天我看了一本书，书里有2句话，我想分享给大家。他说人最终啊，就是追求2件事：1自我实现，2与人建立温暖的连接。那其实不管是爱情友情呢，总有些人能让我们觉得自己在人山人海中是如此的独特。我觉得这就是认可的意义啊！不管以哪种形式，那些让我们觉得哇我怎么这么棒的人，或许后来成为了朋友，或许呢擦肩而过引入人海，这都不重要。关键的是被认可的那一刻，我们建立了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连接。那我也想跟我的很多朋友说，我认可你，欣赏你，并不是想得到什么反馈，我就是想你知道有人喜欢你。你在高山，有人喜欢你；你在低谷，有人喜欢你。无论如何，有人喜欢你。谢谢。说得非常好！呀！好的，那我们这个提案已经全部结束了。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提案有共鸣，就拍手支持，请表决。哎呀，太棒了！我觉得我们到现在啊，所有的提案都是可以通过的，所以这个提案也通过。好的，马上进入大家今天非常期待的王牌特工评选环节。怎么样，蔡文静今天有没有可能得到王牌特工？因为上一期录制的时候已经进了前3了，嘿。今天有没有信心？我不想。为什么？因为我特别听劝，枪打出头鸟。我绝不做那只出头鸟。哇，你说的太好了！今天谁得王牌特工谁尴尬啊！耶！好嘞，已经垫好了，是不是？谁得谁被攻打。木子，哎，迪哥，你觉得谁可能是这个出头鸟？也可以说自己，如果自信的话。我呀，就说自己是吗？你就啥也不怕呗。我觉得有可能哦。仔细想想，宋木子今天好像也没什么，有了，也还行，也还行。带来了好多的信念感。宋他的信念感特别强哈。刚刚。那除了你之外，你觉得谁有可能？今天谁把你逗笑了？谁是你的竞争对手？还有谁？对。我觉得张延琪，因为他有黑幕，这个东西不好说。我已经有过1次了。我不知道他是买了2期了还是买了2期，买了2期。听我说，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每次提名都站起来嘛，提名3000块，王牌1万块，我没那么多钱了。因为好事成双嘛，你肯定一下搞2期啊。你真的有买啊？神经病啥有买啊？好的，谢谢宋木子，不要再揭露我们这儿所谓的黑幕了，没有。好。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今天最终的一个笑点数据啊！我们的笑点记录员秉承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客观记录了每位特工的全场搞笑表现。那么这些笑点数据将直接决定谁是今天的王牌特工。行，看一看哈。哇塞！谁 ？Oh my god！Oh my god！ 哎呦！下一期揭晓。哇塞，这个真的有点，这个历史第1次了。接下来还是要把本期王牌特工的入围者贡献笑点前3名的特工。第1位，金志文。
我又入围了。第2位，张元奇。3000呢？3000，又花我3000块，你也没少给，没少给。第3位，蔡文静。哦，3个人，就你了，你也给了出头鸟。不是鸟，不是出头鸟。这几位贡献的笑点都是双数。蔡文静贡献笑点16个，请坐。哎，不是出头鸟了。好险。那么我就先宣布2位的这个10位数好了。2位的10位数都一样，都是2。2，咱俩都挺2，咱俩都给了2次那个3000，那个位数是多少呢？难道能差10个笑点吗？啊？金志文个位数也是2。22。2，哇，那差了10个。那么张延齐个位数同样也是2。恭喜2位，咱俩团购的，并列王牌特工，团购了。2只鸟，不2个人就不尴尬了，我觉得不尴尬。哇，这个太开心了，太开心了，真的好妙啊！啊，好开心！火星有句老话说得好，拳击汉堡有营养，特工吃完变局长。希望每一位王牌特工都能更进一步，成为像我这样的局长接班人。让我们有请中国华莱士品牌大使、周5不加班的小白鸡为我们呈上王牌特工勋章。快乐星期5散会，记得要去中国华莱士吃拳击哦。请我们的7位副局长为2位颁发我们的王牌特工勋章。二哥，好开心，谢谢副局长。打开看一下啊，没有来，给2位恭喜。第2次获得这个王牌特工，我感觉这个认可我很喜欢，然后我希望继续能通过努力得到我们火星的更多认可，谢谢呀。然后我呢，因为买过一次钱不够了，今天跟文哥团购的，帮我批的，开玩笑。但今天真的很妙，因为我们一直在说认同不认同的故事，我觉得就是其实火星的每一个故事都不是哪一个王牌特工搞出来的故事，是所有王牌特工和导演组一起为大家呈现出来的好笑的有趣的故事。所以还有最后2期，希望我们可以有更多搞笑有趣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恭喜金志文和张延齐，本期火星情报局会议就开到这里了。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6期第8次会议圆满结束，我们下期见。